大家好，我是孙女，很荣幸因为闲晃闲聊蹭饭的专长，居然意外被音乐圈挖角，收到 Windy Music 的邀请，担任 Windy Show Out 的主持人。Windy Show Out 是一个实境行脚节目，结合音乐节目。我们会带台湾独立乐团成员到有台湾特色的场域，收音记录那个地方的声音，再利用这些元素编曲，编成一首结合环境声景的单曲。最后还会另外拍成 MV 呢。现在就让我们看下去吧。圣地自超凡，遥瞻海上基隆屿。得人登斯镜，俯瞰堂前水反角。如此气势磅礴的诗词，在台湾的庙宇可说是处处可见。而且为了让神明住得更舒适，信众们无不卯足全力，建造出一座又一座令人叹为观止的庙宇。今天我们来到的是位于汐止大尖山上的圣德宫。这座宫庙呢，因为后面的拱形牌楼能够饱览台北盆地的美景，最近也成为一个爆红的网美景点。除了可以欣赏美景之外呢，圣德宫里面还有很多值得玩味的东西。这就让我们往店里面走，去跟今天的来宾碰面吧。Hello，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孙女。大家好，我们是大象体操，我是大象体操的吉他手凯翔，我是贝斯手凯婷，我是鼓手嘉欣。我们今天来到这个是汐止的圣德宫，请问一下你们有来过这个地方吗？没有，第一次来，刚刚还迷路。真假？这里面祭拜的是天上圣母妈祖跟瑶池金母。你们平常有在拜拜吗？我是跟妈祖很有缘分，因为我都会去那个北港妈祖的那个进香活动，所以会跨县市，对，要徒步走个4天3夜那种。我第一次去的时候是想说，是不是要带很多水，是不是要带很多食物？没有，路上全部都是就是给你拿的东西。因为他们是不能走的人，比如说他们年纪大了，但他们想要参与，他们就会在路边给香丁脚们食物，这样。所以算是一个吃到饱的活动。也太辛苦了，吃到饱。所以每年都参加吗？没有，但是参加过3年，对，只要有空就会去。那你有去参加吗？我没有，可是因为我自己很常就是，例如说在写歌啊或发片期，心情都会不好。就会变得很忧郁，然后这时候他有时候从，比如说绕境回来，他就会给我那个香囊，然后那个对我就蛮重要的。因为我今年的生肖有那个有需要安太岁这样，然后我就发现那个高雄有一间很有名的庙宇，然后他们现在有在推说那个因为疫情期间要减少群聚，所以他们就推线上安太岁，所以我就花了10分钟上网刷卡完之后就安完了。那你有去现场确认吗？没有，点在心里啊。的话好像更有虚拟点灯的感觉。好，任务开始之前，我们先请你们派一位代表来抽一下中间这3张签，你吗？对，好，那你就抽吧。是。平静的声音，跟你平静的声音。好，所以等一下你们要在这个圣德宫里面采集一些平静的声音。你们这次要改编的曲子是《凝视》这首歌吗？我想要改编《凝视》，是因为《凝视》是我们2019年的时候发行的单曲，那时候我们在跑世界巡回，所以有一种想家的感觉，所以就写了这首歌，然后在 MV 的时候也去乡下拍了鼓手嘉欣的阿嬷。我们在拍的时候特别跟导演说，我们想要看到岁月在人身上留下的痕迹，就是一些皱纹啊，或者是有一点蹒跚的步伐，因为对我们来说那些东西是很美的，是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们可以看得到，并且静静的凝视它的时候，会产生一种时间的美感。所以在这次接到这个想要在宫庙采集声音的时候，就想到了这首歌。因为宫庙对我们来说，除了有活动的时候会很热闹，但平常其实是像现在这样很平静的。然后香客不多的时候，也是缓缓的在陪伴这个地区的大家。待会的2小时内，你们要在这个圣德宫里面采集8种不一样的声音。好，然后待会会有一个非常奇妙的贩卖机出现在这个宫庙的4周，欢迎他出场，叫做 Windy Machine 温的贩卖机这样子。待会呢，它就是有点类似 NPC 的角色，然后只要你们遇到它，你们就要在那边选一个商品，上面的商品都是根据你们的歌，比如说一些什么中途的诗签啊，银河那是光明灯吗？对，反正就是要在这个贩卖机里面选择一样商品。那现在就先请你们选一个吧。要投钱吗？中途不用投钱，不用投钱，对，直接按就可以了。他知道我们选的是中途的诗签啊，又有任务卡。哇，
和诸神打招呼，并求得今日运签。OK， 所以待会你们要在求签，对收音的同时要去跟神明求一支签，这样。OK。哦，这个我喜欢。好，我们来进行那个收音器材的分配了。有泵杆，然后那个录制的机器跟耳机，然后还有一个操作人嘛。刚刚是进行了一般性的人吗？应该会有一个人来工作完成。那就泵杆给。这个比较强。好，是泵杆，你敲木鱼好，小母语拿机器，然后是监听这样子。好，OK，完美，出发。Go。可以了。希望大家都能身体健康，以后还可以跟孙女的孙女一起出去玩。希望就是因为我们最近做新专辑，所以真的很忙碌。那如果孙女真的想要加入我们的话，希望是可以让她在发完专辑之后再过来玩。希望我可以在大象体操比较不忙的时候再加入这个团体。希望孙女的感情生活一切顺利。谢谢。刚刚我们已经拜完就是各个神明了嘛，然后你们现在是要来这边跟妈祖求一支签，没错，是要由嘉青代表吗？没错。那我就来了。请。天上圣母你好，我是涂嘉青，我身旁的2位是张海翔跟张海婷，我们的乐团叫做大象体操，就是动物的大象，跳体操的体操。我们接下来就要发行我们的新专辑了，希望天上圣母可以给我们一些工作上的提醒和指示，谢谢。哦，圣杯。好紧张哦，等一下。你要先念出来吗？吉人相遇本合同，况有迟谋天水翁。人力不劳公论协，事成功倍笑谈中。我看得出来最后一句不错，只看得出来事成功倍。吉人天相相遇在一起，事情无不成功。哇！不必费太大的劳力，只要公平和谐，在谈笑中就能收事半功倍的效果了。哇，这不是乐团成员的上签了吗？对啊。真的，我们只要坐下来在那边啊，谈笑风生就可以。好，去吃饭了，收工了。等一下去吃饭。又遇到贩卖机了。Hello。这是要不要换个人抽签呢？刚刚是谁？刚刚是凯翔。好，那我换我。签诗已经被抽掉了。好，那我要抽灯笼。谢谢。好，灯笼是请妙方推荐2种声响并收音。好，所以下一阶段除了要请妙方推荐2种声响并收音之外呢，还要请你们趁这机会交换一下你们刚刚的那个收音工作。好的。要不然就是换你制造声音。好。然后我来用你这个。好，你来监听。那我帮你拿这个。好，有人发现这样子，你并没有被换到吗？哇，你声音好大哦。啊，我来操作。现在这个分配的话，我们可以看到今天凯翔因为穿的是一个大红色，那就配上我们今天的泵杆的话，其实我觉得这样搭配上有个加成的效果，有点时尚意味吗？非常好看。那它的部分是凯婷的部分呢，因为这边它的可以看到我们它这个领上面有这个毛毛的东西，它之前戴的这个耳机上面有毛毛的东西，很像一个耳罩。爱斯基摩风。没错。那你的话就是我的话，因为本身是颜值的这个团内的担当，所以待会就是会由我来替各位操作。大哥你好，大哥你好，请问要怎么称呼你？哦，毕竟肖大哥的。我们今天是一个音乐节目，要来这边收音啊。他们3位是乐团的成员，对，他们有些问题想要请教你。大哥你好，我们的乐团叫做大象体操，然后我们今天来这边就是想要找到特别的，只属于庙宇会有的声音，然后我们想要请你推荐。好，那我们就从这个波开始。好，好，可以。然后我需要那边有一个配合，我这边敲1下，那边就敲2下，木鱼敲2下。哦。对，好来。肖
大哥可不可以跟我们讲一下这个钵还有木鱼平常是什么时候才会用到？那我们一般如果说有神明要来我们这边参访，也是一种迎神的那个动作然后一般就是我们这边如果初1、15，我们有诵经的时候，他也会用得到。那萧大哥除了钵跟木鱼之外，这个庙里面还没有其他东西的声音可以推荐给我们的？那就是晨钟暮鼓。晨钟暮鼓哦。早晨是钟，晚上是鼓。是每天都会有吗？每天都会，每天早上6点，然后晚上是5点。哦。他是大哥打吗？没有，它是电动的。电动的。对。听说圣德宫这边有一个很厉害的东西，叫做暮鼓晨钟。爆了，超爆！可以了吗 OK， 可以 ，Nice， ，Nice，敲地下手指，有下吓到，下风超大。哇，好像需要撑个伞。好，刚刚我们已经收了一些木鱼啊钵的声音，然后也求了先拜了拜。这边有一个许愿亭，你们还没有什么想要收的声音？我们想要收那个水声的。水声吗？我觉得那边的水好像比较好听诶。真的吗？那边好像比较短杠。对。还有其他的吗？那个钟呢？然后去收那个钟，许愿钟。OK。3、2、1。好，外面的声音有不一样吗？再一次哦，3、2、1。好，可以，这个还不错哎，好听。OK， 我们今天收音已经告一个段落了，现在要来听一下你们今天到底收了哪一些声音。是，总共经过浓缩之后有4段啦，那我们就依序来听一下哦。好，首先是第一个，签筒的声音。我觉得这个蛮适合取代那个凝视里面有一段我们有用了一个那个冰层裂开，对，冰层裂开的声音。你说跟它搭配起来这样子，就是这个声音蛮像它的感觉，蛮适合取代这个声音。听到吗？抽屉声音可以过。抽屉的声音。完全不知道该怎么用。因为这个声音蛮微弱的，但是它有一个低频，所以我不知道，就是当一个突如其来的，就是在歌曲中间看哪里适合安插这个音效。好，这是我们第3个声音，这个就相当清楚了。可能因为它本身就已经有一个节奏，我不知道跟我们歌的可以剪开来用吗？对，应该可以剪开。可是它有延音啊。对，就剪开，然后把那个延音修掉，这样子。整个烟竖起来。哦，这是大波，这是大波吧？许愿的钟吗？我记得是大波延音这么长。单音的那个大波。大波。后面穿那个延音。后面这2个你们打算要怎么放它？这2个就我觉得很好放，就是放在哪里应该都蛮合理的，而且应该可以蛮突出的，应该都用得进你们的歌里面。对，可以，没有问题。先说，先喊。因为还有蛮多，就除了刚刚大家听到这4个之外，其实还有，所以我觉得整体是很丰富的。香油钱啊，然后打开那个瓦斯啊，对对对，火的声音啊什么的，而且我觉得应该都有符合平静的主题。平常去庙里的时候，好像都是假日或者是比较热门的时间去，今天就是难得来了一个比较没有那么多其他的游客的时间，然后就是可以听得到
在安静的状况下，比如说在那个正殿里面那个空间里面的那个回音的声音，就会听得很清楚、很干净这样。而且就是以前，其实大象的歌现在都会想要加很多音效，但是我们第一次这样好好的，就是一个白天，然后来收集声音。我们都是我觉得我们需要什么声音，然后在网络上找那个素材，所以平常都是去网络上面找。我们比较少真的自己搜，就是有过，例如说下雨啊或什么，这个我觉得有，但是安排一个行程，然后在那个点四处收集声音，这个概念，我觉得以后蛮可以用的，很创新的，蛮赞的。那天收音完之后，我们觉得波的声音跟木鱼的声音很酷，所以我们就先在开头放了这个声音。然后我们的音效总监是嘉青，所以想要请嘉青来帮大家介绍一下他放了什么这样。好，因为这首歌最一开始有一个那个吉他的一个单音的声音嘛，然后那个声音本来就有点像钟声的感觉，他们在庙里面都是一声的那个波，然后会打2声的木鱼，所以在开头我们就是他说那个是的迎神的方式这样子，所以我们就在这个歌的开头用这个方式来跟大家 say hello。没错，这是其中的一个用法。这个就是我的声音。然后背景的那个细碎的声音是我们在拌那个铅筒的那个铅的声音。我用了一个就是我们在做音效的时候都很喜欢做的事情，就是有些这种延音很长，整个声音倒转过来放这样，所以我就把大波的声音，因为我们都很喜欢那个波的它的那个延音，因为它会有一个嗡嗡的声音，所以我就把它像这样子放在这边刚好有个段落上，就是需要很震撼的进入下一段的地方，所以。只是这个声音倒转之后，就是本来就是长这样的，我也没有做任何其他的。对啊，大家就变成一个对，很像很有特效感的。被找来参与这个案子，我觉得是别具意义，尤其又可以收集台湾很在地的声响。但我们其实，在收集之前完全没有讨论，因为是希望让当下的声音可以跟我们互动，而不是去已经设计好说我们就是要找什么样的声音，因为。在我们的作品，最近的作品一直都已经用很多音效了，所以如果我们再用我们原本的想象的话，我觉得会局限住声响的可能性。就是像我就没有想到，不太可能想得到，就是会有香油桶这件事情。然后，可是那天就是去拍摄的时候，就是会看到，然后就会灵机一动说钱丢到里面的声音，其实是我们既熟悉，但是我们又不会想过，如果真的要收集庙宇的声音的时候，就是会出现的。而且没想到，我那天在求签的时候，那个祈求的这个话语也都能被放进音乐里面。而且那天因为求到很赞的签的关系，希望大家听着我祈祷的那些话语，也都能得到心里的平静、平安、健康。谢谢大家，我们是大象体操，请期待我们在圣德宫拍摄的 MV。